嗨，大家好，我是南瓜子，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给我准备了非常好吃的东西。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的紫菜包饭，然后这个呢是炒年糕加拉面啊，韩国他们就叫拉布吉这样子。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也非常的有趣，关于00后求职的一切啊。我现在肚子好饿呀，我们就边吃边聊吧。看起来很辣，其实，美味，鱼饼，大家都知道啊，今年第一批00后就开始求职了。之前也有平台发布说，大概70%的00后，他们就不再迷恋大厂。然后不再扎根于一些一线城市，而且也比较注重生活和工作的一些调节，然后加班程度啊什么的。因为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蛮欣慰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我是90后嘛，在很多大厂之间就来来回回当实习生啊什么的。加班的文化也特别严重，特别是像影视行业呀，然后一些互联网行业什么的。我之前有个朋友呢，在一个大厂上班，每到周五的时候，组长就总是会让你开会。首先，如果是85后的话，组长说大家就辛苦2天啊，没事，好的，我们就尽量配合。但90后呢，他会怎么样呢？90后就是边抱怨，但是又不敢辞职啊，又开会，然后自己还是要去。可是如果是00后，他们会怎么样呢？我这周的工作时间已经结束了。如果要花2天的时间做这个方案的话，那我们建议从周1开始做到周3，然后周4我把修改方案给你怎么样？帅吧？之前有一个00后的朋友，他就非常的佛系。你知道他是怎么去把握公司的氛围吗？一是观察公司的茶水间，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又很安静的话，那这个公司的氛围一定是非常的严肃的。还有就是比如说上厕所也是能够看出这个公司的整体氛围的。之前不是有爆料过一些什么大厂啊，什么几百个人用一个坑位吗？这些公司就一定会被00后淘汰的。就比如说，急死了，快点，出来吧！然后但是门口就有一个，比如说老大爷在那个地方不紧不慢的填表排号，然后那个人抽出那个号一看，30号。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这公司的氛围是一定好到哪里去的？但其实80后和90后也有可能做一些反背调，但是呢，00后应该是做反背调最多的群体了，据我所知啊。我之前也听对00后的一些评价，他们相对于80后和90后说话要稍微直接一点，然后思维也更跳跃一些。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还有呢，比如说是这种情况，就 HR 反而像是一个求职者，他们俩的那种关系来。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多久呢？我们是一般朝9晚5的，一般5点钟下班，可能5点钟之后会涉及到一个加班问题，可能会加班呢。那加班时间是多少？可能也就2个3个小时，2、3个小时的话，那这个加班费我是一般收2到3倍的。就是像 HR 他反而像是一个求职者一样，就很小心。我们很多80后、90后，因为公司团建的时间会安排在周末，会有一点就是这样，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对不对？00后就会说周末我不行，我先跟你说一下，你到时候别叫我。还有一种最有意思的情况，就是00后在遇到甲方的时候这个方案我觉得还需要再修改一下啊，感觉就还是美中不足。他一般像我们这样的90后就会口头上就说好的，那我什么时候再给您吧。但是呢，这个方案之前你明明是这样讲过的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沟通的再清楚一点，让对方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就是他的心情，以及我们这个事情本来它是怎么进行的。00会可能就是不是你让我这样做的吗？你觉得这个好？这个不是第一版方案吗？好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谈论了这么关于00后求职的问题。其实我们无论哪一代人，他都是生活在时代的变化当中的，公司的文化、企业的文化也会被我们的这些变化去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关注粉色木星，我们下期再见。